皇后独获圣宠数载，却始终膝下无子。为绵延子嗣，皇上不得不听从大臣劝诫，下旨选秀。皇后不许，断发相逼，帝后二人由此生了嫌隙。而我入宫多年不争不抢，凭借恬静从容的性子，再度获宠。一夜春宵，帝王心情舒畅。推门却见本该在甘露殿的皇后赤脚而战，眼眶红肿道：“此情应是长相守，你若无情我便休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皇后念完诗句，并没有转身就走，而是眼哀怨地看着帝王。她的脚尖微微发白，发髻稍许凌乱，几缕青丝垂在耳后，更添几分凄凉。昨夜芙蓉帐暖度春宵，我与唐红玉几年未见，胜似新婚眷侣。早起时，他看我的眼神都带上了几分缱绻。可开门见到皇后的一瞬间，他眼中再没有旁人半分。天地为他，我退后一步，跪地恭敬行礼。宫中嫔妃不多，除却皇后之外，只有我和李素素二人，更别提我俩还是从6品的才人位分，连给皇后请安的资格都没有。我低着头，只感受到一道灼热的恨意落在身上。顷刻，左肩就结实挨了一脚。贱人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剧痛传来，我不敢大意，重又跪好。臣妾不知娘娘驾到，失了礼数，请娘娘责罚。还敢顶嘴！皇后上前，啪的一声打在我右脸，护甲刺过的皮肤瞬间流出一道血痕，顺着脸颊滑下，火辣辣的疼。眼看一巴掌又要落下，唐红玉上前一步，半挡在我身前。桑儿，别闹了。皇后伤心欲绝，丝毫不顾母仪天下的形象。当初是谁说的要一生一世一双人？现在又是谁违背诺言？说罢，皇后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把匕首，硬生生从头上扯出一缕发丝，狠绝割下，嘴里又念了一遍：“此情应是久长时，你若无情我便休。”不到半日，河宫上下人人都知晓，帝后二人近来生了嫌隙。皇上一怒之下，在玉福宫明才人处过夜。不料皇后气急，在玉福宫门外站了一宿。又听闻皇后决绝而走，皇上一路追随。不多时，又有太医急匆匆进了玉福宫，简直乱成了一片。玉福宫内，檀溪正给我肩头敷好太医调好的药草，饶是动作已经12分轻柔，我还是倒吸几口凉气。好歹也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，做事却如此莽撞，也不怕天下人耻笑。檀溪愤愤不平，手上的力道却更轻。皇后贵为中宫之主，有训诫后妃之责，你吩咐下去，玉福宫上下不许再讨论此事，一经发现，绝不姑息。5年来，古桑榆霸占了唐红玉所有的宠爱，天下无人不知皇后出身寒微。早些年皇上微服御赐，是皇后救皇上于水火之中，不惜牺牲女子的名节，悉心照料。皇上深受感动，回宫后以中宫之礼娶了白衣之身的皇后娘娘，从此交房恩宠，一生一代一双人，不知羡煞多少女子。夸赞的话听多了，连唐红玉也当真了，自然忘了昔年助他逃脱的是他的伴读李斌白。危急时刻，是李斌白与他换了衣服，引开追兵，才使得他转危为安。李斌白被逆党抓住，严刑逼供，却没有吐露半分。逆党恼羞成怒，将李斌白虐杀泄愤，尸骨无存。他也忘了怀京即将沦陷，是我父亲不顾安危，将怀京周边翻了个底朝天，才将他迎回。可他却一纸诏书将我封为才人，纳入宫中，只为了替他那娇滴滴的皇后抵住悠悠众口。与我一同进宫的还有李素素，李家上下还沉浸在丧失嫡子的悲伤中。李斌白一母同胞的妹妹就被纳入皇宫，和我一样成了才人。我与李素素出身名门，是京中数1数2的贵女典范。她父亲与我父亲一样，都是不轻易惹事结党的纯臣，所以明李两家顺理成章地成为他和古桑榆爱情的垫脚石。有了我们2个世家女在后宫，这些御史也不会频繁上书说皇后霸占宠爱的话。我被一顶小轿接入宫中，成了从6品的名才人。以我的家世，贵妃也是当得起的。听闻当时古桑榆闹脾气，
争着吵着要封我和李素素为末等才女。所幸唐红玉还没昏庸到如此地步，半哄半劝才封了我和李素素为才人。刚进宫时拜见古桑榆，他脸上还有些许胆怯，以及眼中强装出的高傲和倔强。金银玉饰堆砌在头上，好像一个未长成的姑娘偷偷穿了母亲的诰命服一样。古桑榆并未太过为难，只让我和李素素多跪了半个时辰，又赏赐了些东西，吩咐我们安分守己，没事不要出来凑热闹。每逢初一15，抄些佛经呈上便可。这些下马威的法子，古桑榆是想不出来的。大概是唐弘毅为了哄他开心，教了他几招皮毛。自那之后，我在玉福宫蜗居数载，未得半分圣宠。是夜，许久未见的李素素来了。易姐姐，恭喜恭喜！我含笑道：同喜。我做事起身，李素素连连摆手：姐姐快躺下，我又不是什么外人。我与她闲话家常，听闻你前些日子身体抱恙，现今可好些了？不过是春日柳絮多，有些咳嗽，幸亏有杜院使为我调理，倒也无碍。他话锋一转，倒是姐姐，如今可得好好保重，来日若生下大皇子，可不就将那位比下去了？我答：子嗣一事都是天定，顺其自然便好。我与李素素闲聊许久，天色不早，我有些困倦，打了个哈欠。李素素极有眼色，起身告辞。临走时又道：杜院使医术高超，为人又老实，改日让他给姐姐诊治1、2，也好让妹妹宽心。我没答应，却也没推辞。若是有需要，到时候就劳烦妹妹了。李素素并不着急，哪里的话，我与姐姐家世相仿，又是手帕交，自然同心一体。她今日来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找我搭伙来了。聪明的人不会逞一时意气，他们只会伪装成人畜无害的样子，静静蛰伏，等到合适的时机，再将敌人一击必中。这一次帝后生嫌隙不是小打小闹，前有大臣联合上奏，请求皇上广开选秀，后有唐弘玉与我圆房成就好事，可谓是两面夹击。以往情浓时，唐弘玉愿意哄着古桑榆，可到底是皇帝，天下人只有奉承他的份。高高在上的神奇愿意低头示好，不过是心中那一点可怜的悸动和怜悯。古桑榆却当了真，又是闹绝食，又是断发，搞得唐弘玉下不来台。我几乎可以断定，纵使这次还是唐弘玉追随古桑榆而去，却不会是从前那般肆无忌惮的偏宠了。如我所料，往后几日，甘露宫宫门紧闭，唐弘玉吃了好几次闭门羹，而我这边太医频频出入，苦涩的药味从里到外弥漫着整个玉福宫。事不过三，在唐弘毅第3次吃了闭门羹后，他怒疾而走，路上碰到拿着药箱的杜院使，他才想起来明才人病了。不过午后，封昭仪的旨意就传到了玉福宫，从6品的才人到正4品的昭仪，连跳5级，再往上可就是4妃了。我从玉福宫的西厢房搬进正殿，顺理成章成了一宫主位。如今我是9嫔之首，上了皇家玉牒，也算正经主子。唐弘毅下旨说要我去中宫磕头谢恩，这份旨意对皇后办事威胁，办事给台阶，端看皇后选择哪种。按规矩，9嫔可穿孔雀吉服，配3尾凤簪；6嫔以下嫔妃耳饰只能戴玉器玛瑙；5嫔以上才能戴金饰。若是到了4妃3夫人，那更不得了，可佩戴南珠和异国进贡的舶来品。要不说后宫的女人都想往上爬呢，低等嫔妃见人只有下跪的份，高品阶的后妃却能享受旁人的跪拜。我遵循一贯的端庄，并不过分打扮，只让檀溪按照品级大装即可。轿辇落地，却见甘露宫大门紧闭，大白天的关门，看来皇后还是在赌气。长侍太监上前敲门，许久不见回应，想来皇后娘娘还在午睡，无妨，本宫等着就是。既到了皇后宫门口，也没有再叫撵上等着的道理。我站在甘露宫门口，一站就是大半个时辰。日头逐渐毒辣，大家都有些受不住。长侍太监再次上前叩门，明昭仪前来叩谢皇后娘娘恩典。
明昭仪前来叩谢皇后娘娘恩典。明昭仪前来叩谢皇后娘娘恩典。一连三声，响彻云霄。可偌大的甘露宫竟无一人应答。没过多久，我只觉得整个人都在旋转，昏昏沉沉，竟然一闭眼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我已经在玉福宫。檀溪眼眶红肿，娘娘，您吓死奴婢了。我虚弱道，是我自己不争气，耽误了给皇后娘娘谢恩。说罢，我挣扎着要起身，快扶我起来，可不能耽误谢恩。快躺下吧，太医说你就伤未愈，不宜走动。我吓了一跳，这才发现原来唐红玉竟然坐在床尾处。皇上，臣妾有罪，请皇上责罚。我一边说着责罚，更加挣扎起身，又因为着急吸了凉风，止不住的咳嗽。唐红玉叹了口气，既然受了气，还巴巴赶过去干什么？我道，皇后娘娘是您的小君，也是臣妾的主子，若臣妾因受气而置礼法于不顾，岂不让天下人笑话？檀溪扶着我掉眼泪，娘娘，您就是太心善了。这句话说的没头没尾，却把皇后的跋扈和我的委屈用心善二字全部道出。唐红玉眼神复杂，我从中竟然看到了一丝愧疚。一个是深爱之人，却不顾自己的面子和情绪，只知道大吵大闹；一个是爱慕自己的小妾，出身名门却不骄不躁，即使无宠也落落大方。檀溪的话好像触动了我最脆弱的琴弦，我的眼泪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唰地流出来。不顾他人的目光，起身一把抱住唐红玉。玉哥哥，不要扔下叶儿好吗？叶儿再也不要离开你了。唐红玉身子僵硬，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个可怜的女人。昔年旧时，她与明端义也是相熟的。那时的明端义扎着2个小揪揪，额头上被他母亲点上朱红，像个福娃娃一样。旁人会因为他的身份而惧怕他，不敢过多与他接触。只有明端义会凑上来，一口一个玉哥哥叫着。往事如尘封的匣子，被戛然打开，一股脑涌入脑海。唐红玉眼中愧疚之色更甚，拍着我的肩膀安抚：你现在是宫里正经的主子，也要拿出些胆气，从今往后，朕不许有人再欺负你。泪水像断了线的风筝，潺潺落下，氤氲在唐红玉肩头，灼烧着那颗本属于古桑榆的心。许是为了弥补一二，唐红玉一连几日都宿在玉福宫。在我的温柔攻势下，她心里那点愧疚很快就转为了欣赏。我出身名门，得双亲教导，外能熟读4书5经，内善女工主持钟馗。闲暇时，我与唐红玉博古论今，月下吟诗。她批奏折，我红袖添香，或娴静绣花。天气好时，我会围着她曲池荡千，芳草嬉戏，既有静若处子的娴静美感，又有动若脱兔的灵动利落。不论是哪种，看她的眼神无一不带着崇敬和爱慕。凡事侍寝，夜里必叫2、3次水，再配上我亲自调制的浮生若梦，吸入后可使人置身云端，流连忘返，使得唐红玉越发离不开我。这段时日，我让潜伏多年的暗桩日日将唐红玉与我的恩爱缱绻讲给古桑榆听。先是给古桑榆灌输，一个女人若想拴住男人的心，那就绝不能伏低作小，要拿出主母威严，让他爱你又敬你。如若不然，那和后宫的以色侍人的妃子小妾又有什么不同？色衰而爱弛，又能得几时好？若是换了世家贵女，这套说辞并不会让人相信。可古桑榆出身寒微，一跃龙门成为皇后，说她心里毫不介怀自己的身世，那是假的。这几年她独宠御前，却迟迟无子。御史大臣们每隔一段就上书让皇帝选秀，绵延子嗣。为了此事，她不知跟唐红玉吵过多少回，几乎每一次争吵，她都要流着眼泪提当年她救唐红玉的事。唐红玉为人优柔寡断，不忍见心爱之人落泪，将选秀之事一拖再拖，直到这次群臣上书要求帝王采选适龄女子，扩充后宫。帝后2人再度争吵，古桑榆激愤之下断发相逼，2人闹了个不欢而散。5年了，时机终于到了。我花大价钱买通唐红玉身边的海公公，只求唐红玉路过玉福宫门前。本应是怀旭之月，我的玉福宫却传出只有8月才会有的金桂香氛。
再由海公公提点一下，我与唐红玉的见面就变得顺理成章。我与他多年未见，一个满眼疲惫，神情烦躁，一个恬静娴雅，从容自若。再然后便是一夜春宵。当天晚上，我早就安排暗桩将消息告诉古桑榆。原本我还等着和他的交锋，可我高看了他，他竟然不顾皇后仪态，冲进御福宫当场打人。罢了，挨巴掌就挨巴掌吧，比起小心翼翼的试探和陷害，我这样楚楚可怜的无辜，才更惹唐红玉怜爱呢。思绪收回，我叫来檀溪，让他告诉暗桩，即日起改劝古桑榆出甘露殿。戏台子已经搭好了，主角若是不上台，还怎么开场呢？时隔20多日，甘露宫的门终于再度打开。古桑榆素面脱簪，亲自前往勤政殿向皇上谢罪。半道才得知，原来唐红玉一下朝就去了御福宫。古桑榆咬着嘴唇，磨磨蹭蹭，不想去御福宫。大宫女孩在一旁拱火：“娘娘，事已至此，您还是咬咬牙去吧。等您和皇上重归于好，还怕没有机会整治明、李二人吗？”古桑榆一想也是，既然已经出来了，总不能又折返回去吧。这两个贱人竟然敢趁他与玉郎闹别扭的时凑上来，那就别怪往后他不客气。一路上，华儿在他旁边一直打气：“古往今来，有谁以不依白身一跃成为皇后的？您可是头一遭，足见皇上对您的情谊。您当主子娘娘后，上下恩泽，宫里谁不念您的好啊？还名门贵女呢，竟搞些下作手段。您是主母，他们是妃妾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大户人家的小妾犯错，主母还能随便发卖呢？要奴婢说啊，这次您可不能再心软了，要不然皇上可就被这两个蹄子给骗走了，那奴婢可就替您哭死了。”华儿说一句，古桑榆脸上就多一分怒气。直到御福宫门口时，他原本想要低头请罪的心理完全被怒火取代。唐红玉早得了消息，直到古桑榆要来，原本他还有些纠结，到底要不要见。我从针线活中抬头，皇后娘娘好容易病愈，来向自己的丈夫请安，一片赤诚爱意，您怎能视而不见？我将他们二人比作寻常夫妻，闹别扭说成病愈，给足了古桑榆体面。唐红玉放下玉笔，忽然认真道：“那你呢？”“什么？”他问我：“你所求为何？”我放下针线，直视他的双眼道：“臣妾一求四海升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再无积馁；二求父母身体康健，无病无灾，寿比南山不老松；三求郎君高枕而卧，脚踏江山长乾坤，享尽荣华。”话毕，久无言语。我分明看到他眼中有晶莹一闪而过，又消失不见。他起身上前，伸出双手准备扶我起身，眼神未离开我半分。四目相对，我看到的是彼此的热忱与眷恋。这时，殿外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：“臣妾恭请皇上圣安。”古桑榆一身素色衣袍，满头青丝只用一根玉簪挽住，苍白的嘴唇一开一合：“臣妾狂悖无知，惹怒天子，今日特来请罪。”请罪的话从他的嘴里说出，没有半分低微，生硬无比。我匆忙朝古桑榆行大礼请安，他没拿正眼瞧我。唐红玉皱着眉头，显然有些不悦：“来得这样匆忙，怎么没让人先通禀？”古桑榆脸色更白：“谁不知道昔日情浓时，皇后进出勤政殿犹如自家门前，从不用通禀。”古桑榆咬着下嘴唇，看起来似乎要碎了一般。我忙请罪：“皇上恕罪，是臣妾得知皇后娘娘要来，私自做主让海公公不用禀告。我一直和唐红玉待在殿内。”这样拙劣的借口，明显是帮古桑榆解围。古桑榆并不领情，凤眼积郁喷火：“好一个巧言令色的贱人，怪不得坊间都说你们这些大户人家是国贼路渡，果真？果真什么？朕的肱骨栋梁是国贼路渡，那朕是什么？是瞎了眼的瞌睡虫吗？皇上自然是真龙天子，就是被奸人蒙蔽了。臣妾待您之心日月昭昭，遥想当年，臣妾将浑身是血的您独自背下山。唐弘毅不留情面，荣华富贵一人之下，难道朕这些年没有补偿你吗？为了你的皇后之位，朕甘愿让名门之女为你作配，只为堵住悠悠众口。朕遵守誓言，
为你空置后宫数载，受尽群臣刁难，不曾松动半分。朕贵为天子，拥万里江山，却为你做尽一切。若不是你的肚子不争气，朕会陷入两难吗？最后一句话，唐红玉竟然说得有些哽咽，真是闻者伤心，见者落泪。殿内沉默良久，只见古桑榆落下2行泪，倔强的脸色转为凄凉。这才是您的真心话，原来是臣妾逾矩了。古桑榆转身向我磕了个头，明昭仪，上次的事是我对不住你，请受我一礼。他拒绝了我的搀扶，跌跌撞撞起身，却因体力不支晕了过去。唐红玉看见发妻憔悴伤心，早就心软了，奈何这次闹的事大，他有心整治古桑榆，硬着心肠说了些狠话。可看到古桑榆倒下的那一刻，他抑制不住奔过去，一把抱起古桑榆走进内殿。事情峰回路转，一切的局龉都在古桑榆有孕一事中消失。古桑榆喜极而泣，在玉福宫的床榻上与皇上相拥而泣。唐红玉紧紧抱着他，肩膀微微耸动，想来也是感动到不行。他的头靠在唐红玉肩头，看着我，笑容里满是挑衅。他在笑我的自不量力，在告诉我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帝后重归于好，感情更甚从前。仿佛我的出现就像闹了场笑话，在雍容的牡丹面前，犹如一朵残败的西岩花，经不起任何涟漪。我很识趣的没有再去打扰，只是帝王每日上朝，经过摘星楼时，总会稍许缓步，朝楼上看去。轻薄的纱衣在凌风中起舞，吹动我的眉眼发梢。我不言语，只是神情哀伤地看着他。一连过了7日，到第8日时，古桑榆忽然下懿旨，恢复了我的请安。请安的时辰刚好是唐红玉去往上朝路上的时辰。这样一来，我再也不能借机去摘星楼，也没有了与唐红玉见面的契机。几日下来，我整个人变得无比憔悴。第一次请安，许久未见的李素素也来了。她坐在右边主位，端着茶品鉴。我的位分远在她之上，可她既没有向我请安，也没有上前寒暄。古桑榆身边的侍女来报，皇后娘娘正在梳洗，还请明昭仪跪迎。我沈笑，还是和5年前的手段一样，一点都没有长进。待到人膝盖麻木，快无知觉时，古桑榆才姗姗来迟。她打扮得无比华丽，像一只插了凤凰羽毛的鸡头一样，整个人有种装出来的得意。平日里身份有别，与明昭仪不太见得着，从今往后咱们可得多走动了。她表面热络，暗地却暗示我之前名分低微，没有资格给她请安。李素素有心捧古桑榆，不论说什么都能夸赞到古桑榆身上，说的古桑榆整个人飘飘然，直夸李素素长了一张巧嘴。请安结束时，古桑榆意味深长看了我一眼。本宫听闻明妹妹身子弱，每走2步就会晕，这些日子风大，妹妹没事还是不要乱走动的好。出甘泉宫时，正碰到唐红玉乘坐轿辇而来，我不愿与她过多纠缠，请安后便恭敬退下，只在转身时看了她一眼，哀伤而不舍。这一晚，我到了3更天也未睡着。凉风吹过，忽然下起了雨。我遣退众人，披着外衣站在床边看雨落。梧桐树3更雨，不到黎明正苦，一声声，一夜夜，空阶低到明。身后烛火晦暗，有一人声从身后传来：“怎么睡不着吗？”我踉跄转身，见到那张日思夜想的脸，而后不顾一切扑到他怀里，千言万语未曾开口，便已泪流成河。片刻，我忽推开他，跪地道：“更深露重，皇后娘娘还怀有身孕，您还是去甘露宫吧。”我撇过头，不去看唐红玉，隐忍满腔的爱意，反而更加得到她的怜惜和不舍。唐红玉上前，一把拉起我，粗鲁中带着侵略，吻上我的唇。她一改往日和煦，像头不知疲倦的野兽，肆意掠夺我的城池，将我杀了个片甲不留。窗外的雨越发大了，喘息和求饶声隐没在雨声中。骤雨方歇，他再次拥我入怀。一儿，朕已经错过了你5年，莫让朕再错过你一辈子。我蜷缩在他怀中，犹豫道：“可皇后娘娘那边，三儿那边自有朕去解释。父皇有3宫6院72妃，
朕的后宫却只有你们3人，放在平常世家，怕也是难有人做到了。话已至此，我在推却庄贤惠，就有些不识抬举了。我抬起头，小心翼翼吻上他的下颌。玉哥哥，谢谢你。唐红玉眸色一沉，再度欺压上来。又是一夜缱绻。待我起身时，床边空空如也。唐红玉不知何时已经走了。想来昨夜是悄悄来的，今早又悄悄走了。昨夜春宵，我已然确定自己终于在他心中占得一席之地。不同于古桑榆的张扬霸道，我的贤惠识大体将成为他心中的一抹柔软。角色深入人心，那他的天平就会不自觉偏向我这边。古桑榆以怀有身孕、身体不适为由，将每日请安改为市集。我和李素素成了2个彻头彻尾的丫鬟，甚至还要举着痰盂接他的漱口水。这日古桑榆的心情尚好，又说要泛舟湖上。我犹豫道：娘娘怀着身子，不如臣妾陪着您去外面走一走消消食。古桑榆还没说话，李素素冷笑一声：娘娘说要泛舟，你却要她走路，是诚心跟娘娘过不去吗？这段时日，李素素成了古桑榆身边的头号马前卒。往往古桑榆还没发难，李素素就开口刁难。茶水泡得凉还是烫了？痰盂捧得高了还是低了？扇子扇风大了还是小了？他皆有说辞。我露出为难的表情。湖中四面都是水，要是古桑榆想玩什么花花招子，那我可就说不清了。明昭仪，你还磨蹭什么？难道还想抗议止不成？一张嘴说不过2个人，我只能闷声应答。游湖是在一处叫金岛的地方，虽然还在宫中，但地处偏僻，鲜少有人在此。秋老虎发威，书上还有些许知了叫唤。古桑榆说他被吵得头疼，让随行而来的太监宫女都去补治疗。游湖的船是一座画舫，并不大，只能容纳3人。古桑榆道：风景甚好，今日咱们姊妹游湖，论古博今。我和李素素搀着古桑榆，一左一右上画舫。画舫上各类茶点小食已经备下，旁边还有备用的冰块和炉子。端看古桑榆一会儿会冷还是会热。李素素沏的一手好茶，第一杯用银针测过，双手捧给古桑榆。古桑榆一口饮下，赞了句：果真是极好的茶，劳烦李才人了。李素素惶恐道：娘娘是主母，素素是妃妾，妃妾服侍主母天经地义，婢妾不敢托大。古桑榆赞了句：你倒是很守本分。李素素瑟缩一下，不敢再言。本宫听闻明昭仪从前在闺阁时就喜欢缠着皇上，还大言不惭地称皇上为玉哥哥，可有此事？我低头闷声道：臣妾的父亲是皇上的老师，是以臣妾将皇上当成自家哥哥一般。古桑榆似是听到什么好笑的事。哥哥？你自己是没哥哥，还是想男人饥渴难耐了？怎么见谁都想叫哥哥？古桑榆笑眉目带笑，好似就是在跟我闲话家常。听闻本宫未入住中宫之前，坊间都传闻皇后会出自名家，出身名门又怎样，还不是要给本宫提携？莫说是你父亲救驾有功，就是李斌白还在世，他的功劳也越不过本宫去。说起李斌白，他曾经是怀京最耀眼的公子，每逢上街必是治果迎车，引得众人驻足围观，只为一睹第一少年郎的风采。只可惜这样的人没有生在皇家，自然而然就遭了忌惮。指甲掐进肉里，刺痛将我拉回理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还是笑不出来。皇后娘娘怀着身子，生死之事还是少说为好。古桑榆忽然发难，端起茶砸到我身上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本宫一再给你脸面，让你安稳度日，你倒好，不念着本宫，趁着我与皇上吵架，爬上龙床。什么世家小姐，依本宫看，连窑子里最下贱的景儿都不如。今日古桑榆特意为我安排这一遭，无非就是要激怒我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对外面划船的太监吩咐道：速速将船靠岸。那太监恍若未闻，晃晃悠悠打着浆。古桑榆起身，俯下身在我耳边，语气得意道：今日之后，宫中不存明昭仪。说罢，古桑榆捧着心口，倚靠在栏杆上，整个人显得摇摇欲坠，
好似下一刻就要跌倒湖里去。本宫的肚子好痛，眼看古桑榆要晕倒，我惊呼一声，在最后时刻死死拉住他的衣摆。古桑榆没想到我有如此毅力，任凭他怎么扭动都松不开我的手，索性大声呼叫：明昭仪，快放开本宫！我拽着古桑榆，娘娘不可啊，您在生我的气，还得顾小殿下的安危啊。湖畔两侧的太监宫女纷纷驻足观望。李素素上前挡在古桑榆面前，使眼色道：娘娘，您是不是肚子痛？古桑榆意会，大呼道：明昭仪，你好狠的心！霎时间，古桑榆的裙摆染上朱红。随后，古桑榆又狠狠咬了一下后槽牙，头一歪，彻底晕了过去。古桑榆醒来时，屋里满满站了一堆人。唐红玉坐在床边，神色晦暗不明。皇后，你醒了。古桑榆虚弱抬手，皇上，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唐红玉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握住古桑榆的手。古桑榆还以为唐红玉是悲伤过度，毕竟在计划里，他的孩子到现在已经没了。那只抬起的手又颤颤巍巍指向我。明昭仪，你为何要害我孩儿？此时此刻，我发丝凌乱，衣服皱巴巴贴在身上，眼角还挂着几滴泪。皇后娘娘，臣妾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古桑榆还以为我在挣扎。皇上，臣妾的孩儿死得好惨啊！臣妾看今日天气好，好心邀请明昭仪和李才人游湖，不料画舫行至中央。明昭仪忽然对臣妾发难，说臣妾德不配位，要弄死臣妾。唐红玉冷笑一声，朕还确实没想到，一向娇弱娴静的明昭仪能说出这种话。古桑榆点头，臣妾也没想到，原来明昭仪藏得这样深，竟如此狠毒，连孩子都不放过。臣妾陪皇上一路走到现在，虽有小信儿，却从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。明昭仪出身名门，却让臣妾捷足先登后位，心里本就不痛快。外加臣妾上次不小心打了他，他自觉受辱，才策划了这场谋杀。对了，当时李才人也在。说罢，古桑榆给李素素使了个眼色：李才人，本宫刚没孩子，身体虚弱，你来说。李素素被点到名字，慌忙跪下。或许是受到惊吓，李素素连话都没说利索。今日午后，皇后娘娘起身，突然想去游湖。明昭仪说娘娘有孕，不宜去水深的地方。但皇后娘娘一意孤行，呵斥明昭仪去准备。古桑榆眼神一变，还以为李素素是在欲扬先抑。画舫上，皇后娘娘忽然将婢妾泡的茶水泼在明昭仪身上，还说。唐红玉眸色一暗，说什么？你尽管说来。还说皇上是他古桑榆一个人的，染指皇上的人都得死。古桑榆察觉不对，直挺挺起身：贱人，你敢阴我？中气十足，哪有半分虚弱的模样？李素素带着哭腔，当时明昭仪没说话，皇后娘娘突然对臣妾发难，说臣妾的哥哥死得没有价值，他古桑榆才是皇上的第一救命恩人。放肆！古桑榆一声怒吼，直接要冲下去打李素素。你这个窑子里出来的贱种，明明是你给我出谋划策，让我这样对待明端义，现在又跑出来装好人了。昔日雍容华贵的皇后娘娘，完全成了一个乡野村妇。不，也许这才是古桑榆原本的面目。古桑榆上前，直接抓住李素素的头发，左右开弓。贱货，怪到这阵子来给我当狗呢，原来是一唱一和来阴我。不到片刻，李素素的脸颊就高高肿起。皇上，一切都已经明了了，是李氏和明氏合谋，陷害我腹中的孩子。臣妾的孩子好命苦，还没来得及看这世界一眼，就这么去了。古桑榆苦得肝肠寸断，没注意到殿内所有的人都脸色古怪。良久，唐红玉开口：是谁告诉你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？哭唧唧的古桑榆一愣：是。臣妾起身时觉得腹中轻盈，想来孩儿已经不在了。李素素钗环凌乱，也是豁出去了。你根本没有身孕，流哪门子的产？古桑榆大惊，慌忙道：你放屁！本宫怀胎3月，每日都有太医来请平安脉，岂能有假？李素素冷笑：杜院盼被你用家人威胁，不得不帮你隐瞒作假。你许诺事成之后，升他为太医院之首，再赏黄金1,000两。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唐红玉眼神微微眯起，
没想到还有这一遭。你既然知道皇后的计划，为什么不来告诉朕？李素素凄然一笑，跌坐在地。是我不想来禀告您吗？我多次求见您，您不都让人把我赶走了吗？唐红玉沉默了。想来李素素说的确实是真的。我是为皇后出谋划策，整治明昭仪，可我从未想过害她。自从我知道皇后假孕那日，臣妾成日担惊受怕。臣妾出身名门，自然知道后宅的阴私手段。今日皇后执意游湖，臣妾就发觉不对。直到皇后把所有人遣去抓治了，臣妾才肯定，她就是想借着机会陷害明昭仪。我整个人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看着李素素，素素，别这么叫我。你我同出名门，没道理你侍寝了，还轮不到我。今日我说出一切，不过是为皇家子嗣，并不为你。古桑榆看着跪在地上发抖的杜院判，用帕子擦眼角的我，义正辞严的李素素，还有一脸阴鸷的唐红玉。他终于反应过来，这场仗他打输了。按照计划，等他100中用羊肠包裹的血包刺破后，他在咬碎后槽牙中的药丸，制造晕死的假象，由他和李素素一唱一和，给明端义栽赃到头上。结果李素素半道反水，直接将他给卖了。殿内闹哄哄的，而我只觉遍体生寒。自我进宫起，安分守己，从未做过夺宠出阁的事，不想竟让有心人妒忌生恨。既如此，臣妾不如一死了之，也好过被人陷害，成日活在胆颤中。说罢，我用尽12分力，直奔门框。唐红玉上前拉住我，将我拥入怀中，是朕食言，爱上了你，你何错之有？皇后，你要怪也该怪朕，而不是陷害一个善良无辜的弱女子。古桑榆的脸上呈现一种癫狂的神色，怪你？你以为我不想怪你，不想恨你吗？你以为明端义是真的爱你？我告诉你，唐红玉，你就是一个众人玩弄在脚底的可怜人。我只不过是生错了人家，矮了他们一头，如若不然，我必定比他们出色100倍。唐红玉看着眼前人，好像觉得自己从没认识过他。若让古桑榆再说下去，唐红玉必定起疑。我凄凄哀哀道，如臣妾真的如你所说，是个歹毒心肠的人，为何5年前一进宫不夺宠，反而要等到现在？皇上富有四海，本就不可能是您一个人的丈夫，美梦做了5年，难道还不够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对古桑榆说重话，却实实在在说到了唐红玉心里。唐红玉抱着我，神色痛苦，别说了，一儿，都是朕的错，你现在怀了孩子，不要动气。怀孕？哈哈哈哈，原来我是假霸王，他是真虞姬。我躲在唐红玉怀里，瑟缩了一下。唐红玉感受到，横向将我抱起，转身大步跨出，只留下一句，将皇后和理财人严加看管，无诏不得出。唐红玉这次是真的对皇后失望，往后几个月一直陪着我，连古桑榆的名字都没提过。9个月后，我诞下了一对龙凤胎，看着我气若游丝地躺在床上，醒来后对他虚弱一笑。唐红玉对我的爱意到达了巅峰，直接将男儿封为太子。我有些犹豫，自古中国所出才能封为太子，这不合规矩。唐红玉略一沉吟，是朕考虑不周，古氏德行有亏，皇后之位已经不适合她了，往后年月就封她个美人，安度余生吧。昔年我入宫，成了从6品才人，现在古桑榆从皇后之位跌落，成了正5品美人，想必她比死了还难受。当上皇后不久，我便规劝唐红玉选秀，唐红玉不肯，推让再三。我又搬出祖宗礼法和大臣们的谏言。第一次选秀，我为唐红玉足足选了20多个官家女子，还有民间才女若干。唐红玉嘴上说着不要，可没过2天就挨个开始宠幸。不过她最宠幸的还是我，她总是搂着我，感叹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，说此生不换，恩爱不移，完全把古桑榆这号人物抛之脑后。直到古桑榆病入膏肓，说要见一见我，罢了，见就见吧。再见古桑榆，他双眼凹陷，面无神，躺在甘露宫，犹如一条濒临渴死的鱼儿，没有半点生机。他转身看着我，无悲无喜。你来了。我从容坐下，
给自己倒了杯茶，没理他。他自顾自说起话，无非就是老生常谈，说他当年救下皇帝，如何恩爱缠绵，当年那2个人是如何换衣服，如何计划逃跑。我躲在一旁的草丛，听得一清二楚，直到那个换上黄袍的公子叫另一个人皇上。后来一伙人追过来，问我有没有看到一个穿黄袍的，我顺手就指了那个郡公子逃跑的那条路，再折返回去，就走了真正的皇上。说到这，他戛然而止，猛然看向我，你蛰伏许久，并不是单纯想要做皇后这么简单吧？料想他是猜到了什么，才会有此疑问。不过我并不打算解释，看到他从有到无，众叛亲离的落魄样子，我心里简直舒畅极了。好好活着吧，古桑榆，在这深宫，生不如死才是最好的惩罚。李斌白，我替你报仇了，你真可恶呀！说好等这次回来就来明家提亲，怎么食言了呢？那年你自西江打马归来，10里长街只为一睹小将军风采，你将那些女儿织的果子塞到我怀里，说此生只要明家小妞一个，若你没死，定会是名震天下的小将军，怀京城的第1公子。可惜古桑榆为了他的荣华富贵，硬生生折断了一个天才少年的命，这让我怎能不恨，怎能不怨啊？还有李素素，那么开朗的一个姑娘，原本我们可以成为一家人，可唐红玉却为了她自私的爱情，将我和李素素召进后宫。我与她的计划太过大胆，少了明李2家的帮助，可谓举步维艰，所以我们只能静静蛰伏，等到唐红玉终于快厌烦的那天，再一举掺入。李素素投靠皇后，也是有意为之，可惜了杜院判，折了一条命。往后余生，我会好好善待她的后人。计划的最后一环是李素素吞金自尽，只有死无对证，计划才能形成完美闭环。明面上是李素素畏罪自杀，不能葬入妃陵，实际上我悄悄将她葬在了北疆，她兄长守护过的地方。转身之际，古桑榆在我身后吼道：“你以为我做的这些唐红玉不知道吗？”我没回头，知不知道重要吗？我只清楚，往后余生，我将与她不死不休。后记：唐红玉驾崩时35岁，闻了这么多年的浮生若梦，她的身子早就垮了。在我刻意的放纵下，唐红玉越发沉迷玉女之术，到最后每日都得喝上3、4杯鹿血酒，最后暴毙在年轻嫔妃的床上，死时衣不蔽体，嘴歪眼斜。古桑榆得知唐红玉死了，知道自己再无翻身可能，一条白绫将自己吊死了，留下遗书说是要跟唐红玉合葬。笑话，怎么可能？我让人将他的尸首拿去喂狗，喂完狗留下的骨头磨成粉，撒在李斌白的衣冠中，再然后我让皇儿下旨，将李斌白追封为1等公，配享太庙。多年以后，夜月梨花白，有故人身披金鳞甲，烈马入梦。那人一手握住缰绳，另一只手提着2只大雁，他故作倨傲，却红了耳根。明家小妞，要不要嫁给本少爷？我翻身上马，搂住他的腰，朗声道：“嫁！”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